欢迎回到第一名 Studio， 我是大明。你找到一群人跟你一起吹口琴重奏了吗？这个影片我会告诉你，在重奏的初期，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。第一个步骤就是对你自己这个部别做分部练习。你要知道你这个部别的拍子、这个部别的音符，还有这个部别的乐句，你不用练到很熟，你也不用真的把它背起来，你只需要可以顺顺的把它吹完。那即使你不能吹完，你也要知道这些音符的拍子长在哪里。如果在没有一定的基本功状况下，你很难看着乐谱直接反映出你要吹的东西，例如这个，例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团练之前，你一定要先对你这个部别做你个人的分部练习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去了解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事情。半音阶口琴、复音口琴这种旋律性的乐器，在口琴合奏或口琴重奏里面，都会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。除了主旋律之外，你有可能担任的是副旋律，有可能是节奏，有可能是和声，有可能是长音，有可能是背景的声响。所以不同角色在转换的时候，你就要特别注意音量的问题，你要特别注意音色要如何变换，如何去控制。那分析乐谱可以让你在演奏的时候更清楚你想要听到什么声响，也可以让你在认识乐谱的这个角度上更广泛、更全面。团练的时候，请你记得开启节拍器，千万不要凭感觉吹。在重奏练习的初期，因为队友之间可能也不是很熟，所以常常会有 A 觉得 B 拍子不稳， B 觉得 C 拍子不稳， C 又觉得 A 拍子不稳，然后你们就会吵架，这个团体就不用练下去了。在不熟的状况下，你很难预测其他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，或是会做出什么样的速度变化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一台节拍器可以辅助你们练习，一定是一件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而且稳定的事情。那使用节拍器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声音太小声。例如你用的是一般乐器行买到的电子节拍器，或是你用的是手机的 App， 那这个声音会太小声，所以你在团练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因为听不到，然后又吵架。所以通常这种节拍器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会非常建议你搭配蓝牙喇叭或是一般的音响，就是接着使用，让这个声音是让3个人、4个人、5个人、6个人都可以清楚听到的。那这里如果你也是用 Apple 的生态系统跟我一样的话，我推荐你一个 App 叫做 Tempo， 它的界面长成这个样子，所以你就可以轻易而且轻松、非常直觉的去操作你的节拍器，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有稳定的拍子，这样你们也不会吵架，感情也会变得更好。团练的时候，你要把耳朵跟眼睛都打开，去聆听一下你的队友在速度上、在音量上有没有什么变化，并且在你自己吹奏上去回应他。那如果你都没有听的话，你有可能会同时间出发，但是你们不同时间结束，这样就不是一个重奏的样子。把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你队友的肢体动作，例如他现在在做渐强，在做渐弱，或者是他现在吹到比较激昂的段落，那你就可以透过眼睛去观察、去看。下一个段落进来的时候，你的队友也有可能会给你一个点头、一个暗号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用看的，你就可以明确知道他的拍点在哪里，这样在你们团练的时候就会更加有效率一点。那在看谱的时候，不要只有看你自己的谱，你也可以用垂直的方法看每个部别在同一个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样你在吹奏上会更加的顺畅，更加的轻松。所以综合这3种方法，耳朵、眼睛还有看谱，你在团练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发生失误，而且可以比较顺畅的把整首曲子练习完，并且把它吹出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在初期重奏练习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几件事情。那如果你对于口琴课程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更多关于我们音乐工作室的口琴资讯。这里是第一名 Studio， 我是大明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